男大学生收留了个女孩，却因此改变了命运。雨天路过公园，见女孩独自淋雨坐长椅。你没事吧？我不想回家，要不来我家？去。之后，阿文把女孩带回出租屋，本想雨停就让她走，可女孩却待到了傍晚。晚上吃饭时，女孩突然说：“我能一直待这儿吗？”眼神满是哀求。阿文稍犹豫后答应了，收留了不愿回家的女孩。得知她叫更沙之后，阿文和更沙开始一起生活。他对更沙没非分之想，也没逾矩行为。他性格孤僻，不善言辞，面对更沙实话很少。更沙也慢慢察觉他不是坏人，在家里逐渐放肆起来。阿文看书时，更沙会调皮抢书，他从不生气，只是拿别的书继续看。似乎被活泼的更沙影响，阿文慢慢不再孤僻，会给更沙买想吃的披萨，陪他看幼稚动画片。在这小天地里，他们互不打扰地相处着。不过几天后，一则新闻让生活不再平静。电视播更沙失踪新闻，警方疑似诱拐案。更沙怕阿文受牵连，对阿文说：“我还是回家吧。”阿文说：“你想回，随时可以。”但犹豫几秒后，更沙决定留下。我想留在这里。晚上吃饭时，更沙说出不肯回家的原因：父亲几年前去世，母亲也离家出走，他被舅舅一家领养，多年来过寄人篱下生活。深夜，表哥常偷偷进他房间，他一边哭一边哀求，但表哥每次都坚持侵犯，这时他不敢说，舅舅家成了他的噩梦，所以那天宁愿在公园淋雨，也不愿回地狱般的家。听完更沙遭遇，阿文没安慰，只是默默坐到他旁边，不懂怎样温柔话能安抚更沙，只能用这种方式表达心疼。不久后，警察在湖边找到阿文和更沙，前方路被堵，更沙焦急让阿文快跑。那一刻，阿文第一次牵住更沙手：“你只属于你自己，别受任何人摆布。”更沙被亲戚拉走，也接受警察审问，但他始终没澄清是自愿留阿文家，怕警察问为啥这么做，怕被表哥侵犯的秘密曝光。阿文也没辩解，因为他背负更大秘密，宁愿扛诱拐萝莉罪名，也不愿让秘密公之于众。时间来到15年后，更沙在饭店当服务员，店里仍会有顾客议论那诱拐案，网上还流传当年阿文被捕视频，人们都认定阿文是变态萝莉控，看客们评价如黑夜中私语，每句都能让更沙回忆往事。这些年，更沙活在悔恨中，对阿文满愧疚。若当时勇敢说出真相，阿文就不会成诱拐犯，也不会坐牢。如今更沙交了男友阿亮，和他同居，但这感情里更沙一直处于弱势，对阿亮百依百顺，不敢违抗他任何要求。在企业上班的阿亮常贬低他，说他只是饭店临时服务员，还会偶尔提更沙被诱拐经历，暗示他有不堪回首的过去。或许因此，更沙性格越来越自卑，有时会觉得自己只有依附男友才能活下去。直到一天，更沙和同事下班后去喝咖啡，走进咖啡店，老板向他问好，他却瞬间愣住。老板就是阿文，这张脸就算过15年他也没忘记，但更沙容貌变化太大，阿文似乎没认出他。更沙故作平静落座，假装镇定和同事点餐，始终没抬头和阿文对视，不敢和阿文相认，更怕阿文认出自己。两人时隔15年重逢，在这种寂静沉默中变成擦肩而过。不过很奇怪，之后更沙每天下班后都会去阿文咖啡店，在店里喝咖啡看书，不和阿文交谈，也一直避免和阿文产生视线接触，就像15年前那样，以这种互不打扰方式和阿文相处着。这天下班后，天空飘雨，更沙依旧来到咖啡店，但在店门口撞见阿文和一女人在一起。阿文和女人同撑伞，动作如情侣般亲密，他悄悄跟在阿文后面，目睹两人结伴回家，直到看到那女人走进阿文家。回去路上，更沙露出发自内心笑容，他庆幸阿文人生没被彻底毁掉，也为阿文能幸福而高兴。只不过回家时，他遭阿亮指责，以前更沙下班后就回家，在阿亮心里，更沙必须下班后立刻回家。阿亮觉得更沙变了，觉得更沙脱离他掌控。为调查更沙，阿亮偷偷打电话到饭店打听排班表，甚至这天晚上跟踪更沙到咖啡馆。你最近很反常，居然喜欢喝咖啡看书了。阿亮，你了解我多少呢？以前你可不是这样顶嘴的。没过多久，更沙发现网上有人爆阿文的隐私，帖子说阿文就住更沙附近，还指责他坐牢后不知悔改。网上的吃瓜群众都气坏了，阿文又成了众矢之的。更沙心里清楚，这事肯定是阿亮干的，他回家就跟阿亮对峙，阿亮也直接承认了。一向软弱的更沙头一次发火，还头一次冲阿亮大声喊。阿亮好不容易找到幸福，更沙的改变让他很害怕，这种害怕很快变成疯狂。他挥起拳头，一下下打在更沙身上，这次打得比以往都狠。面对爱用暴力发泄的阿亮，更沙头一次鼓起勇气反抗，用台灯把他砸晕，然后慌慌张张地跑出了家。他在街上拼命跑，却不知道能去哪儿。这时他想起小时候看到的一幕，白天出现的月亮，就像白天流浪的月亮一样，他身上的伤没人管，他的存在也没人知。最后他独自蹲在小桥上，过了很久，一个男人走到他身边，你没事吧？要不要去我那坐坐？他被阿文带到了咖啡店，阿文用热毛巾给他擦血。这一刻更沙才意识到，阿文其实一开始就认出他了。他哭着给阿文道歉，都是因为我，你才又被人骂被人上。但阿文没有怪他，只是不停地摸他的头安慰他。从那以后，更沙和阿亮断了联系，他搬出了阿亮家，偷偷在阿文隔壁租了房，好像只要能感觉到阿文在，他的生活就有了依靠。不过有一天，阿文还是发现了他。之后更沙和阿文在湖上划船，他向阿文坦白了一个秘密，因为小时候的事，
他特别不喜欢身体接触，但又不想让别人知道，所以一直勉强自己。其实他是个无性恋，对那方面的事没兴趣，还觉得恶心。阿文听了后并没有惊讶，只是淡淡的说，他理解这种感觉。原本更沙的生活已经步入正轨，但他还是没能摆脱阿亮的纠缠。阿亮查到了他的住处，在他家楼下把他堵住。阿亮觉得是更沙抛弃了他，他想和更沙复合。你回来，我就原谅你。我哪做错了要你原谅？你在逗我呢？看到更沙坚决的态度，阿亮只能失望的放手。这天更沙的同事要和男友去旅游，把女儿梨花托付给更沙照顾。因为更沙白天要上班，就拜托阿文在家帮忙照看梨花。好在梨花很喜欢阿文，两人相处得很融洽。但即便当事人觉得没问题，旁观者却觉得有问题。有一天更沙上网时突然发现，他和阿文又上新闻了，标题是被拐的萝莉长大后爱上拐子，媒体大肆渲染，看客们都觉得更沙被阿文洗脑了，说他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更沙因此被饭店辞退。阿文的咖啡店也被涂鸦覆盖，那些自诩正义的网友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更沙没救了，骂阿文是变态萝莉控。阿文的女友看到新闻后才知道，阿文就是当年的拐子，他跑过来和阿文分手，还指责他这些年一直在骗他，是不是因为你喜欢萝莉，所以和我在一起时才不碰我？面对女友的质问，阿文竟然承认了。如今他还是为了那个秘密，背负着莫须有的罪名。之后事情继续发酵，阿文帮忙照看梨花的事也被曝光，媒体认为梨花是更沙送给阿文的礼物，警察也因此逮捕阿文。在警局里，更沙反复强调自己不是受害者，但警察根本不信，觉得他被拐子洗脑了。最后阿文因证据不足被放了，那些自诩正义的网友也暂时停了审判，但这事对当事人的影响还没结束。阿文的咖啡馆已经关门，大家都避而远之。更沙找到阿文，跪在他面前请求原谅，都是我让你的生活又遭了殃，我觉得我只给你带来痛苦，但即便如此，更沙还是想留在阿文身边。这些年我过得太痛苦，我的人生已经千疮百孔，但我常想起当年你在湖边牵我的手，那种感觉又暖又有力，是你让我有勇气坚持下去。在更沙表达完心意后，阿文也向更沙坦白了自己最大的秘密。阿文脱下全身衣物，毫无保留地展现在更沙面前。原来阿文并不是完整的男人，他有先天的发育障碍，小时候身体某个部位就停止发育，即使现在已经成年，也无法成为真正的男人。他从未有过侵犯他人的能力，这种病让他痛苦一生，这是阿文最大的秘密。但此刻他却告诉了更沙，因为在15年前，他无数次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更沙的出现让他觉得活着还有点意义。这一刻更沙终于明白，原来阿文和他是同一类人，他们都是伪装成正常人的边缘人，都是白天流浪的月亮，他们身上的伤没人知，他们卑微的存在也没人管。故事最后，阿文决定离开这座城市，更沙也决定陪他一起，和他相互依靠，一起对抗生活。他们将继续隐藏身上的伤痛，继续伪装成正常人活下去。他们的未来还是未知，目的地可以是任何地方，但此时此刻这些都不重要了，只要有对方在身边，他们就可以一直流浪直到永远。这是两个社会边缘人的故事，两个破碎的人相互取暖的故事。这个故事可能和爱情有关，但也许更多和爱情无关，他们之间的关系很难定义。我暂且把它理解为一场双向救赎。有的人一生被痛苦包围，但总有一天他会遇到一个相似的人，他们之间不需要爱情，也不需要太多言语，这种依存关系就像灵魂伴侣，对方身上总有一种治愈彼此的力量，他们只需要静静相伴，即使不说话，一切也很美好。女孩只是多看了路边的男孩一眼，男孩却一直盯着她看。为了掩饰尴尬，女孩礼貌地朝他点点头，然后转身离开。可没走几步，男孩竟跟了上来，他急忙加快脚步，以为能甩掉他，却没想到回头时，男孩突然出现在眼前。我们俩的鞋一样。女孩感到疑惑，只想尽快离开，但男孩仍不放弃。明天一起玩吧。女孩觉得他有些怪异，拒绝了他的邀请，但男孩仍坚持。或许被他的外表吸引，女孩还是带他去了咖啡店，还请他喝了杯咖啡。他了解到男孩叫永田，是个有梦想的年轻编剧，身上有种慵懒高雅的艺术气息，像忧郁的艺术家，吸引着他的目光。两人聊得很开心，从咖啡店聊到晚上，女孩对他产生了好感，分别前还交换了联系方式。没想到这次邂逅竟会摧毁他的一生。尽管永田看起来有些落魄，但他没骗女孩，他确实是个编剧，只是个失败的编剧。从上学起，永田就对编剧很感兴趣。为了追梦，他和朋友去了东京。永田自认为是编剧天才，但他的才华从未被认可，他的剧本总是差评，只有星星一颗。那天晚上和沙希分开后，他和团队大吵一架，剧本又遭差评，同事建议他改剧本，迎合观众口味，但永田自视清高，听不进去。他坚信剧本内容丰富，差评是因为观众理解不了。激动中，永田开始人身攻击，他漫无目的地走在街头。不久后，一个男同事追上来，把他痛打一顿。对永田来说，身体的痛远不及内心的折磨。他一直过得穷困潦倒，把精力都放在剧本上，却没得到回报，生活充满躁动与不安，希望一次次被现实浇灭。当他开始怀疑自己时，突然想起白天遇到的沙希，他的笑容带着清甜隽永，仿佛能治愈他的创伤。于是第二天，永田约了沙希出来，两人再次见面时，
女孩脸上洋溢着阳光般的笑容，但也因此常被路边的男人搭讪。每次这种情况，永田都会远远躲开。看到他不悦的表情，沙希体贴的保证以后不再接受搭讪。永田却轻描淡写的说：“我只是不习惯接近陌生人。”约会时，两人默契十足，步伐一致，聊着彼此的过去，发现他们都来自偏远农村。沙希总是亲切活泼，喜欢笑，喜欢围着他转。约会后，永田以他为原型写了个剧本，朋友野原看后称赞这是他写的最好的一个。永田虽喜欢沙希的乐观，但有时也吐槽他笑点低。后来，永田邀请沙希当剧本的女主角，沙希很快答应了，因为她一直梦想成为演员。没想到沙希在台上表现完美，专业令人折服，永田的剧本也首次得到认可。庆功宴上，永田并不开心，因为大家只夸沙希的演技，没人称赞他的剧本，一种深深的孤独和自卑感再次袭来。自那次参演后，永田再也没让沙希上台。虽然他的参演为团队带来人气，但永田却擅自下架了他主演的戏剧，还上架了那些冷门不受欢迎的剧本。后来因交不起房租，永田搬到了沙希家同居，两人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起初相处还算融洽，但每次永田的女粉丝约见他时，他都会毫无负罪感的接受，玩到很晚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每次做了对不起沙希的事，永田都会带一块水泥砖回家逗她开心。他知道沙希的笑点很容易满足，只要他出现，沙希就会开心。随着错事越来越多，永田在沙希生日那天送了一件普通的礼物，是一个不太精美的皮包。沙希接过时忍不住哭了出来，永田静静地看着他，这才意识到沙希这么容易满足。也正因为他的单纯，永田的内疚感达到了顶峰，于是他开始拒绝和女粉丝幽会，抽出更多时间陪沙希。虽然生活变得温馨，但永田剧场的热度却在下滑，他又回到了无所事事的状态。这天，沙希的妈妈寄来了家乡特产，沙希打趣地说：“我妈本来不想寄给我，因为她说一想到被一个不认识的男人吃掉一半，她就特别不情愿。”可正是这不经意的话，无情地戳破了永田脆弱的自尊心。不料永田却冷漠地说：“沙希，我讨厌你妈妈，要是我寄东西就不会这样挖苦人。”随后永田独自出门，坐在树荫下，感受着莫名的羞耻与悲伤。他知道或许应该笑着向沙希道歉，但即便懂这些道理，做起来却很难。第二天，永田起床时，看到沙希放在桌上的纸条，上面画着一只可爱的小猫，还写着道歉的话。之后他还是津津有味的吃起了沙希妈妈寄来的特产。这件事后，永田更加确信沙希对他有着最大程度的容忍与迁就，而这份迁就让他在这段感情里更加肆无忌惮。虽然永田一直住在沙希家，但他从没为房租出过力，即使剧场赚钱了，他也只给自己买一堆好吃的。出于内疚，这天永田带回家一本书，巧的是沙希也买了同一本。这巧合让永田有些尴尬，他开始生气，责怪女孩浪费钱，但女孩觉得这正说明他们心有灵犀。看着他笑，永田突然明白，女孩买书只是想让他开心。他越懂事温柔，永田越觉得自己的卑劣。这天晚上，沙希从男同学那借了辆摩托车，想带永田感受风驰电掣。永田却醋意大发，不理沙希，只想向他借车时的亲密。于是他甩开沙希，独自启动摩托车。永田，等等，我还没上车。永田目光呆滞的绕圈，每次经过拐角，沙希都会突然跑出来逗他。永田每次都猛加油门，假装没看见。终于在第4次经过时，沙希停止了逗弄，他呆呆地站在原地，心头掠过一丝怅然与失落。直到永田最后一次转圈时，他发现沙希已不见踪影。那天晚上，永田在家等了很久，直到凌晨才见沙希回家。他质问女孩为何生气，沙希却反问：每次经过我都不停留，把我一人丢在昏暗的街道，你是否想过我也会害怕？很多时候我猜不到你在想什么，你不是一直都猜不到吗？可你总做一些让我无措的事。听完后，永田愣住了，他才意识到原来沙希的包容也有底线，原来这个温柔的女孩也会生气。永田很气愤，因为他觉得沙希正逐渐脱离他的掌控。他愤怒地踢坏了摩托车，将心中的烦闷发泄出来。第二天，永田谎称是自己骑车时不小心摔坏的，沙希没有责怪他，却伤心地说：那辆摩托承载着我同学的回忆。这件事对女孩打击很大，因为她在某种意义上摧毁了别人珍视的东西。于是女孩开始不敢去上学，变得和永田一样，整天待在家里盯着游戏屏幕，成天宅在家中寸步不离。就这样，女孩渐渐荒废了学业，开始为了两人的开销外出打工，在服装店当导购员。晚上她去餐馆打工，永田都看在眼里，但她的生活没受影响，依旧无所事事，成天漫无目的的闲逛，最后装作疲惫回家。洗澡时还装出很累的样子，好像工作了一天似的。女孩总是很体贴，忙里忙外为她削水果。这天沙希想来想去，3个人的努力养不活2个人，于是小心翼翼地问永田：你能不能帮我分担些水电费？男孩却戏谑地说：我想不出帮别人家付电费的理由。男孩总是逃避生活琐事，让女孩觉得一切都理所应当。这天野原约永田看话剧，他一向自视清高，觉得自己的剧本最好，可这次看别人的话剧，他不自觉地流下了泪。第一次认可了别人，但当野原说创作这剧本的人和永田年纪差不多时，他内心的丑陋又被揭开。永田很快否定了刚才的观点，跟朋友吐槽剧本其实一般，只有他自己知道，内心的嫉妒与自卑已将他吞噬。他确实很平庸，现在的工作也只是为了生计，
勉强接些廉价私单。可越是这样，永田就越害怕沙希发现他没才华，所以每到深夜，他都会喝得烂醉回家，吵醒熟睡的沙希，把所有负面情绪都发泄给他，因为他知道，只有他能用最好的一面治愈他的悲伤，给他最后的力量。直到有一天，他偶然得知，沙希从未在朋友面前提及他是编剧，这让永田脆弱的自尊心再次被击碎。他立刻跑回家质问沙希：“你是不是也看不起我？怎么可能看不起你？你的想法太狭隘了。”永田摔门而去，之后再也没去过沙希家。他开始重拾梦想，独自创作灵感突现的剧本。即便沙希给他发短信，他也不知如何面对他。晚上，他又会带着醉意闯入沙希家，躺在他旁边睡去。沙希被吵醒想和他说话时，他却装睡不理他。永田这些天的忽冷忽热，也在无形中改变着沙希。他开始成天酗酒，精神变得萎靡不振。更可怕的是，永田发现沙希不再爱笑，也变得越来越抗拒。你没发现吗？我一直都在顾虑你的感受，你一次都没夸过我，你知道吗？简短的话语无情地撕碎了永田的伪装。他开始变得癫狂，开始乱砸房里的东西。我杀了你，对墙说的。那晚他们吵得很凶，沙希开始痛恨自己没有勇气离开永田，痛恨一次次原谅他。永田也在心里反问，这样的生活还能维持多久？从那天起，沙希脸上不再有笑容，酒瘾却越来越大。永田意识到感情危机，开始扮鬼脸逗他开心，但沙希毫无心情理会。永田心中的希望仿佛暗淡了，女孩开始拒绝和他交流，躲避他的目光。永田深深感受到沙希在远离他，但他不想结束这段感情。这天晚上，永田去餐厅接他下班，店员说沙希提前走了。他赶到店长楼下，果然看到沙希在店长家。永田没问他做了什么，只是默默骑车带他离开。一路上，永田像初见时一样讲笑话，但那个容易被逗笑的女孩，此刻却怎么也笑不出来。永田仿佛在独自演着剧本，剧中的人物始终只有他一人。不知过了多久，沙希突然从后面抱住了永田，但对永田的话，他始终没有回应。永田带他去看黎明前的樱花，却没意识到他已无法挽回沙希的心。曾经的他很爱他，一点施舍就能让他笑得灿烂。从那天起，沙希变得越来越抑郁，开始被噩梦困扰。朋友察觉到沙希的异常，便约永田出来。演员严肃地劝他分手。作为多年朋友，只有他最懂永田的性格和做法。你并不真心爱沙希，只是想用他来掩盖自己的卑劣，因为别人都觉得你的剧本很烂，只有他一直支持你。你害怕沙希发现你的平庸，所以想先毁掉他，因为只有毁掉他，他才不会因你的平庸而离开你。其实你心里只有自己。永田第一次无言以对，因为他知道演员说的都是事实。当晚，永田来到沙希家，他们还度过了一段温馨时光。之后，女孩告诉永田，她要离开东京了，因为感觉自己好像得了什么怪病，东京已经不再适合她待下去了。这次永田没有挽留，而是用沉默结束了这段扭曲的感情。沙希走得匆忙，永田在收拾东西时，发现了沙希参演的那个剧本。原来剧本一直被他珍藏着，上面还有他的评语：阿勇好厉害。直到这时，永田才恍然大悟，原来沙希从未觉得他平庸，他曾在有意或无意中毁掉了沙希，而现在才明白事情可以有更好的结果。永田在房间里坐了很久，呆呆地看着四周，恍惚间竟出现了幻觉。他看到沙希从乡下回来了，他把和沙希的故事写成了一段爱情剧本，并搬上了舞台。台下观众座无虚席，恍惚中他突然发现，沙希成了观众。他为永田的剧本感动得泪流不止。然而幻想终究不是现实，现实世界里，沙希的眼泪并不是为永田而流，他心中的悲伤也并非因这段感情而起。沙希真正哭泣的，可能是他那被摧毁的本该美好的人生。他后悔遇见永田那天答应了他的请求。美好的恋爱从来不是相互消耗，不是单方面的付出和单方面的救赎，美好的爱恋总是相互治愈。我觉得给不了自己的东西，更何况想给你的呢？我做不到，而你却固执地相信我可以。或许最伤感的感情大抵就是如此吧。ごめん呀。在爱情的世界里，谁先低头谁就输了。卑微到尘埃里，有时并不能开出一朵花，反而会变成一只无名的小鸟。政治就是这样一只卑微的无名鸟，每天供养着无所事事的同居女友，却仍被他百般嫌弃。你哪里像个男人啊？连肌肤之亲都只能在帮女友按摩时，趁她睡着偷偷摸摸，结果被她惊醒后一顿痛骂，人格被肆意侮辱践踏。但第二天出门上班前，他仍会在竹篓里给女友留下生活费。他如此小心翼翼地伺候着她，像奴仆一般。尽管他比她大了15岁，尽管他看起来不修边幅，因为一张光盘卡顿，为难音像店的员工，因为修理一块手表，与客服电话纠缠不休。石河子，她是一个有些尖刻挑剔的女人，政治心目中的女神。她的日常就是睡觉吃饭，以及用轻蔑的目光看待政治。这天，她又接到了手表店的客服电话，却听到电话里换成了一个声音悦耳的男人，忍不住跑去手表店探查，发现是个帅哥。
眼神里瞬间闪烁出炽热的光芒，仿佛看到了前男友。当这位名叫水岛的帅哥带着让他挑选的手表上门服务时，几乎从不操持家务的石河子先是把屋子整理了一番，接着泪眼婆娑掩面而泣，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成功的让水岛轻抚他的脸颊，怜香惜玉。可惜政治不懂情趣的电话打断了两人的缠绵。在汽车旅馆里一番尽情欢愉后，水岛说起自己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旅行经历，为石河子塑造了一个文艺而忧郁的形象，编织出一个充满诗意与远方的浪漫。同时他承认自己是个并不幸福的已婚者。从那以后，石河子便陷入了浪漫的幻想中。这天，石河子的姐姐过来串门，质问妹妹为何不能与政治好好过日子，吃着政治的，住着政治的，却还背叛政治，是不是又去找那个叫黑崎的男人了？石河子无法反驳，政治连忙帮他解释，说他没有与黑崎约会。那肯定的语气却让石河子产生了一丝疑惑。黑崎，一个精致优雅极具魅力的成熟男性，有钱有闲，浑身散发着荷尔蒙，让石河子在分手多年后仍念念不忘。他甚至还会反复观看那张记录了两人点滴的光盘，然后在沙发上沉沉睡去。尽管这一幕被政治看在眼里，他却觉得无所谓，因为他从未在乎过政治的自尊与感受。他不爱政治，对前男友的思念却无法抑制。石河子拨通了黑崎的电话，听到女声后又心虚的挂断。没想到这个电话却引来了警察。警察告知黑崎已失踪5年，音讯全无。石河子难以置信，对政治的怀疑更甚。为确认黑崎失踪的消息，石河子来到黑崎家，见到了黑崎的妻子，一个温婉优雅的富二代。黑崎确实失踪5年了，人间蒸发，音讯全无。但失踪当日的奇怪停车方式，让妻子一直怀疑黑崎遭遇不测，被人所害。只是毫无证据，警察也毫无兴趣认真调查。交谈间，一个老人一瘸一拐地走进来，让石河子不由得浑身颤抖。而黑崎妻子直接扔下两人，带着女儿出门。我一直怀念着你的声音，你的皮肤，你的味道。老人的语言和目光中满是欲望，也为我们揭开了又一段毁三观的往事。这个患有脑梗名叫国之的老人是黑崎妻子的叔叔，经营着一家大公司。当初为了上位，黑崎把对自己无比迷恋的石河子介绍给了国之，用石河子的身体换来自己的前程，却在交易后翻脸无情，要和国之的侄女结婚，让石河子从自己的世界里消失。原来自己只是个被用来发泄兽欲，被用来讨好上司的工具。石河子崩溃了，说要将黑崎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却换来一顿暴打，身躺在地上，头破血流，凄惨无比。那张他后来反复观看的光盘被扔在他旁边，黑崎的威胁赤裸裸，被渣男这样对待，却还念念不忘。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晚期患者石河子不顾政治劝阻，继续和水岛偷情，甚至用政治的前夫房费，深信一个已婚渣男的谎言，心甘情愿沉沦在情欲与谎言中。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石河子如此，政治也一样。明知心爱的女人背叛自己，他仍每天给她买吃的，想方设法逗她开心，给她零花钱。这天，石河子约水岛见面被拒，结果当晚看到水岛和另一个女人约会吃饭。他还发现水岛送的手表在路边摊被贱卖，正常人会冲进去给渣男2耳光，但石河子不是正常人。他等水岛约会结束，倾诉衷情，在公园隐蔽处再次满足对方欲望。回家路上，石河子发现政治一直跟踪自己，小宇宙爆发，质问政治为何给水岛家寄情趣用品，为何偷水岛文件，黑崎为何消失。政治否认偷东西，却提到黑崎送的钻石耳钉。石河子抢了政治的自行车回家，在存钱罐里找到那对耳钉。政治追进门，他再次质问黑崎失踪原因。政治无法再隐瞒，只能承认当年的确是自己把黑崎的尸体埋在了工地的地基里。他恨那些伤害过石河子的渣男。真相似乎已经大白，哭骂也无济于事，那就好好吃饭吧。政治煎了2块牛排，把大的那块给了石河子。
石河子尝了一口，觉得味道不错。这温馨的一幕不知为何有些诡异。更诡异的是，石河子买了一把刀，也不知是想自杀，还是要让某个人给黑崎陪葬。他又打电话约一直躲他的水岛见面，水岛仍以文件丢为由不愿露面，直到听到石河子说他要离开这座城市，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他才答应。在路口等时，石河子看到报刊亭里一本封面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书，翻开扉页，里面竟是水岛之前对他说过的情话，那些诗意与远方一模一样。水岛显然是想再享受一次，他相信了石河子要走的话，也就不再用文件丢为借口躲。其实根本没有政治偷文件这回事。故作深情的水岛毫无察觉，自己的言行与其他渣男毫无二致，尤其是与石河子记忆中的那个男人一样，这完全激活了石河子记忆中某些丢失的片段和积压已久的暴虐情绪。一个跳跃背刺，匕首狠狠刺入水岛的后颈，顿时血流如注。在水岛震惊倒地后，又刺入他的大腿。就在不知道要被扎多少个窟窿时，石河子被人制止了，正是一直远远跟踪他的政治。政治放走了水岛，并以婚外情等事为要挟，让水岛如果报警的话，就将凶手指认为自己，不要牵扯石河子，我杀了黑崎先生。两人满身是血的依偎在山坡台阶上，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他们两人。石河子完全回忆起了过去发生的一切，政治承认的只是部分真相。黑崎确实被埋在了地下，但杀死黑崎的正是石河子自己。8年前被一顿暴打后分手，石河子偶然遇见了做建筑工程的政治，政治对这个受过伤的女人一见钟情，开始热烈追求，最终靠买了一套公寓的诚意打动了石河子。两人开始了并没有多少感情基础的同居生活，也开始了石河子的寄生虫生活和政治悲哀的舔狗生涯。也许日子就这样下去，两人可能真的会日久生情，共度一生。可惜就在5年前，黑崎又出现了，一番甜言蜜语唤起了石河子本就未熄灭的情火。结果黑崎依然只是想要利用这个傻女人，他又请求石河子去出卖肉体帮助自己解决危机，简直是渣中之渣。于是就被当时思维还算正常的石河子在悲愤之下用匕首杀死在了倾盆大雨之中。与这次如出一辙，接到电话的政治赶来，替石河子毁尸灭迹，却发现石河子一觉醒来后丢失了部分记忆，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古今中外的爱情悲剧总是令人扼腕叹息，只有毫无保留的爱儿，毫无怨言的政治，无疑是一个可怜可悲的人物。如一棵杂草，他倾尽全力呵护身边的花朵，却被无情抛弃。如果他当初遇到的不是石河子，而是另一个平凡女子，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或许结局会截然不同。当他从悬崖边的栏杆上仰面跃下时，一群鸟儿惊慌地飞向远方。石河子回想起两人相识相守的点点滴滴，才意识到这个平凡至极的男人原来如此深沉地爱着自己，就连那些令人不悦的行为，竟也源于当初自己无意间用袜子擦嘴的样子逗笑了他，他才故意为之，久而久之变成了习惯。这个看似卑微的男人，会在地铁站将心怀不轨的帅哥一脚踢出车门，会帮他处理黑崎的尸体，会替他顶罪。一个连死亡都不惧怕的人，又怎会如此卑微？甚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说，记住，是你欠我的。其实他这样说，只是为了让石河子心生愧疚，然后好好活下去。所谓卑微，只是因为爱的深沉。看着那些不知名的鸟儿，石河子说，政治，我唯一的爱。其实他心底明白，世界上那个唯一真心爱着自己的人已经永远离去。他这次会记住其中一只鸟的名字，叫做政治。感谢收看，下期再见。好奶奶，十和哥。